大家好，今天来读一篇文章：中国人的秘密，越缺什么越显摆什么。看一个人缺少什么，就看他炫耀什么。比如办公室挂舍得二字的，一般都是爱钱如命的主；挂天道酬勤的，一般都是自己懒、爱使唤人的小领导；挂宁静致远的，一般都是爱瞎折腾的中年人；挂上善若水的，别指望他干啥正经事；挂爱拼才会赢的，多半是胆小如鼠的小商贩；挂诚信赢天下的，小心是谎话连篇、道貌岸然的骗子；挂难得糊涂的，一个个精得跟猴似的；挂财源广进的，那一定是很缺钱的；挂莫生气的，大多都是暴脾气；挂正大光明的，大多一肚子阴谋诡计；在桌上刻早的，天天迟到；手上纹个忍的，一次都没忍住。当然，这个不是绝对，但符合大部分人。人是最复杂的，心中没什么，就喜欢挂什么。其实，看看取的微信名，看看在朋友圈显摆什么，你就大概知道这个人缺什么。缺什么挂什么，虚什么补什么，没什么显摆什么，无他，人性也。中国社会有个特点，话要反着说，事要反着做。比如看到一件东西，自己越喜欢，越要表现得不喜欢，你才能得到；比如自己越开心，越要表现得平静；自己越愤怒，越要表现得淡定。别人越说不在乎，其实内心越在乎；别人越说没事儿，其实内心越有事。因此，我们听别人说话的时候，也要反着听；我们看别人做事的时候，要反着去对待。学会反向倾听，反向理解，反向去顺从，你才是正常的。如果听见啥就认为是啥，你反而就是不正常的，是怪物，而且最受伤的就是你。数学上有个法则叫负负得正，意思是一个负数乘以另一个负数反而是正数了，但是一个正数乘以一个负数却是负数。这个数学法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当别人玩阴的时候，玩虚的时候，玩假的时候，你需要比他更阴、更虚、更假，才能让结果是正向的。说话和做事也遵循这个逻辑，反反得正，大家都反着表达，互相反着应对，结果反而是正的了。弄懂了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能瞬间想通之前很多想不通的事。比如，很多人挂在嘴上说的全是仁义道德，张口就是要利他，但是内心盘算的一定是利益。因为一个人内心越缺少什么，就会越要展示什么。比如，一定要小心那些嘴上说话很好听的人，这些人内心盘算也往往更深。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一个人嘴里说的话，你只能看一个人的实际行动。这个社会最微妙的地方在于，凡是你所能直接看到的都是假象。比如明星收入做假账，上市公司做假账，高校论文作假，收视率作假，电商刷单作假，直播数据作假，粉丝量作假，投票做假，就连奶茶店都得花钱请人制造排队的假象。这让我想起了《金刚经》的那句话：凡所有相，皆为虚伪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如来不是一个人，它是一种能够看到真相的能力。孙子兵法里说：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，兵不厌诈。意思是，凡是看上去是虚的，都是实的；凡是看上去是实的，都是虚的。兵家就是得不断的耍诈。这恰恰也是这个社会最了不起的地方，它通过一系列表象迷惑我们，考验我们的深度思考的能力。
凡是建立起优秀思维模型的人，都能形成独立思考能力，从而识破各种假象，走向成功。相反，凡是那些人云亦云的泛泛之辈，眼里看到的都是假象，他们都会因为被假象蒙蔽而被社会淘汰，甚至被人不断收割。这个社会的秩序和逻辑设计是太有智慧了，凡是能在其中立足并且活明白的人，真不是一般人。水木然经常说，这个社会由2套秩序组成，第一套是只能说不能做的，这就是孔子制定的那套秩序，全是仁义道德。第二套是只能做不能说的，这就是鬼谷子发现的那套秩序，全是阴谋诡计。所以请记住，有些事只能说不能做，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。如果一个人嘴巴和行动一致，这个人在社会上往往混不下去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言行不一致，他们嘴上一套，心里一套，但是这种人特别受欢迎的原因，因为他们符合社会的道啊。这就是中国社会的道。什么是道呢？一阴一阳谓之道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能把一件事拆分成2个对立面，又能将2者驾驭的时候，就符合道了。其实中国最厉害的处事技巧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面对坏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比他更坏。如果一味用善良去感化他，那么结果往往是悲剧。看透这个社会，真的需要极大的智慧。好，刚才读了一篇文章，中国人的秘密，越缺什么越显摆什么。作者水木然，感谢收看。